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与凤行热播，28岁新秀因赵丽颖助力成为话题焦点。与凤行热播，陈露茜饰演的肉鸭一角因独特性格和生动表演受到观众喜爱。肉鸭是沈黎的丫鬟，性格直爽大方，与芙蓉君的互动充满喜感。陈露茜出色诠释角色，让观众印象深刻。她虽出道4、5年，但此前作品热度不高，此次凭借《与凤行》获得更多关注。观众期待肉鸭更多精彩表现及与芙蓉君的圆满结局。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，有用。随着《与凤行》的热播，这部古装仙侠剧不仅让主演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成为焦点，其出色的配角阵容也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其中，陈露茜饰演的肉鸭一角，以其独特的性格和生动的表演，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。肉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带着几分俏皮和可爱。她是沈黎的贴身丫鬟，虽然身份低微，但性格却一点也不卑微。肉鸭脸上肉嘟嘟的，长相明艳动人，性格直爽大方，有时候还会显得有些憨厚可爱。这样的角色设定让肉鸭在剧中显得格外讨喜。虽然肉鸭只是沈黎的丫鬟，但沈黎待她如亲妹妹一般，这也让肉鸭在王府中过得十分自在。她不畏强权，敢于与芙蓉君这样的仙界神君针锋相对，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喜感，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观众渐渐发现肉鸭与芙蓉君之间似乎有着不一般的缘分。芙蓉君虽然对沈黎的美貌心动，但却畏惧她的性格，一心想要解除婚约。而肉鸭的出现似乎为这对欢喜冤家带来了新的可能。观众纷纷猜测肉鸭和芙蓉君之间是否会有更多的故事发生，这也成为了剧情的一大看点。陈露茜作为肉鸭的扮演者，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十分到位。她长着一张肉嘟嘟的娃娃脸，看起来十分可爱，与肉鸭的形象十分契合。陈露茜的演技也十分出色，她将肉鸭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对这个角色印象深刻。其实，陈露茜已经出道4、5年了，但此前她参演的影视剧热度一直不高，观众对她也并不熟悉。然而，《与凤行》的热播让陈露茜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记住。她在剧中的表现虽然只是配角，但却十分抢眼，让人难以忽视。陈露茜的演艺之路虽然起步并不顺利，但她却一直在努力寻求多元化的发展。她参演过多种类型的作品，从偶像剧到电影，都有她的身影。她的演技也在不断的提升和磨练，让她的表演更加自然和生动。在《与凤行》中，陈露茜的戏份虽然不多，但她却抓住了每一次出场的机会，将肉鸭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。她与赵丽颖的对手戏也十分精彩，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火花，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。随着剧情的深入，观众对肉鸭这个角色的期待也越来越高。他们希望看到肉鸭更多的精彩表现，也希望看到她与芙蓉君之间的故事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而陈露茜也用自己的表演回应了观众的期待，她用自己的演技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。《与凤行》的热播让人们热议不断，而在这部剧中，除了赵丽颖的精彩表现之外，还有一位年轻的新秀因为赵丽颖的助力而成为了话题焦点。这位28岁的新秀凭借自己出色的表演和才华，在剧中崭露头角，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赵丽颖作为一线女演员，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，她在《与凤行》中的出色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而在与新秀的合作中，她展现出了对年轻演员的支持和关心，为这位新秀提供了很多帮助和鼓励。这种师徒关系不仅展现了赵丽颖的大心和胸怀，也让观众看到了她作为前辈演员的责任感和担当。对于这位28岁的新秀来说，能够得到赵丽颖的认可和支持，是一种巨大的荣幸，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。在这部热播剧中，
他展现出了自己的演技和魅力，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，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这也再次证明了在演艺圈中，努力和才华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机遇，年龄并不是限制。这位28岁的新秀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表现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，展现出了自己的潜力和未来可期的发展空间。希望观众们能够继续。王一博演技精进，为追风者增添新亮点。王一博主演的谍战剧《追风者》竟然很不错，故事紧凑，逻辑合理，单集信息量大，不侮辱观众智商。一般电视剧前3集要熬，这部剧让你一集入戏。尽管王一博眼神依旧迷茫，但演技确实有进步，动作细节丰富了很多。这次的角色也适合他，天选菜鸟是王一博演惯了的。冰与火里的新人警察，长空之王里的年轻试飞员，都是如此，初出茅庐，青涩，谦虚又努力。魏若来，民国打工人，中央银行初入职，眼神总感觉找不着北也是对的。演员方面，有老戏骨刘学其和王阳在，民国时代的上海滩，是他俩怎么演也不会错的舒适区。女主角李沁，就算对眼睛友好吧。最近看腻了谈情说爱，想换口味的观众可一步至此，好剧真是可遇不可求，逮到能顶一阵子。01民国打工人，赚钱买房子。追风者的背景设置在1930年代的上海。魏若来草根出身，23岁，脑子好使，算术不错，能过目不忘。人生理想和现在年轻人差不多，找份赚钱的工作，在大城市买房子。然而生逢乱世，世事难料。前脚在央行面试工作，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共产党绝无瓜葛，几天后就干上了情报传递。失联3年的哥哥深夜造访，满身鲜血地留下遗嘱，让魏若来务必代为完成任务。哥哥的遗物是银行印信，他让魏若来按指定方式登报接头，把保险箱里的20根金条转交给前来联络的同志。没有谁是天生的革命者，小魏只是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。哥哥的共产党身份已昭然若揭，魏若来整日惶惶不安，工作上连出纰漏，少不了挨骂。好看的谍战剧绝对不可以是主角爽文，反派必须得有2下子。正在追踪抓捕共产党的侦缉队队长林乔松很快顺藤摸瓜，盯上了魏若来。林乔松黄埔军校出身，谨慎多疑，经验丰富，手下也头脑清醒，善于分析，都不是混饭的。毫无战斗经验的小魏不中计才怪，被叛徒3言2语套出了实情。林乔松一看遇上菜鸟，想钓大鱼不急着收网。喘息之间，魏若来发现了叛徒破绽，侥幸得以险境脱身。02打仗拼的是经济。第一场主角危机到化解，整整用了8集。追风者并不急于推进剧情，因为这部谍战剧还另有一条故事主线——金融商战。开篇股市暴涨急跌，有大户做局。刚到上海的央行顾问沈图南，一下车就遇上爆炸枪战，差点命悬一线。他还能处变不惊地说：“这已经是第4次有人要杀我了。”双引号。王阳饰演的沈图南是铁腕金融家，计划吞并多家私营银行，完成中央银行的金融统治战略。剧中有句台词暗示沈图南的身份，把他比作西汉为汉文帝铸币的邓通，为天子与民争利，死得很惨。以往谍战剧各方争夺的是情报，追风者以金融视角翻看历史，反复强调打仗拼的是经济。双引号。通过魏若来转交给共产党地下党的20根金条，是用来营救8名被捕同志的救命钱。沈图南破釜沉舟推行金融改革，是为了充盈国库，不令民国政府重蹈明朝覆亡历史。正面战场的背后是经济战线，可钱从哪里来呢？王学银饰演的地下党领导许诺接到情报，国民党金融改革是为了给战争输血。第一次央行面试时，
沈图南问魏若来：“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的？”魏若来巧妙地用了2个比喻：在盛世，央行是泥鳅，宏观调控，为经济保驾护航；在乱世，则是乌鱼，先保证自身强大，筹措军费，打赢战争是第一要务。魏若来的台词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金融博弈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，同样会死人。03. 金钱关乎信仰，追风者没有在金融商战上浅尝辄止。表面看，金融波动关系百姓生计，左右国家命运；再深一层，财富建构了阶级，阶级决定了信仰。沈图南出身坐拥财富的上层精英阶级，他的内心对逐利充满鄙夷。魏若来第一次到央行面试，